丁女士你好，你的右手好一些了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当时来我律所的时候烫伤了你，我答应帮你报销医药费的，你把收据给我看一下。原告律师，请不要提语。你让他问。原告律师，接着问。丁女士，我说错了，我记得是左手。沈法官，我有理由怀疑原告不是我当事人本人。法官，他胡说呀！这个律师就是在扰乱法庭秩序，你也不管管。丁雅静，出生日期1995年3月9号。属什么的？生肖？属猪。农历生日？我从来不过农历生日，我的阳历是3月9号。请问你大学校长叫什么？我是天海大学会计专业毕业的。我问你大学校长的名字。他叫……他叫……这位女士，我现在合理怀疑你不是原告丁雅静。哎，秦律师。丁女士你好。丁雅薇，丁雅薇，你什么情况？你怎么跟程永远在一起啊？你说话呀！看着我说话！你们俩什么情况？你先给我说清楚！丁雅薇。哎，别拿这双啊！别拿这双鞋，去拿那双黑的，鞋面开裂的那双，不拿这双。还要去住院嘛，送去的就不要了。哎呦，你这个操的这个心呢，咱能不能不操这个心啊？咱是贫困家庭啊。我跟你说啊，那个白医生网上评价特别好，说那美容针缝的可好了呢，做过手术跟没做一样。是吗？是啊。我想着，做完手术呢，咱请一护工，说一个护工照顾好几个病人呢，啊也不贵。到时候你有事儿就叫他，他也不在你身边晃来晃去的，啊，回头不影响你工作，你该干嘛干嘛去，也别耽误那些要找你打官司的人，你看行不行？哎，老婆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你说，咱这手术能不能过一段再做？为什么？是，我也觉得意义不大，别耽误咱们念念出国读书。哎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咱们换个医生。这医生挺好的。是，白医生是还可以。哎呀，但这事儿也真是巧了，白医生在我们这儿打官司，你知道吗？这案子就在我手上了。哈。哎呀，我看了一下案卷，这案情非常清晰。我作为主法官，裁量并不大，基本上都能满足他的诉求。但是有了这层关系，就说不清楚呗。对，咱就为了避嫌，咱换一个，好吗？我不做了，这个手术我不做了。换个医院，换个医生，哎，那医生指不定又有什么事儿。哎呀，老婆，不许说气话哦！手术是必须做的，我还就不信了，这么大个天海市，就这一个专家呀！我向你保证，就在最近这段时间，我肯定找到一个比白医生更好的医生。你相信我，从结婚到现在，我所有的保证哪个没做到？当时秦律师明显开始怀疑了，我也一直觉得别扭，只见过假离婚客客气气的，没见过真离婚各生欢喜的，我就炸着他，看他那紧张支吾的样子，我心里面就有数了。秦律师也联系上了真正的原告丁雅静，特别有意思。原来这个伪装者叫做丁雅薇，是这个丁雅静的双胞胎妹妹
长期赖在姐姐家，吸姐姐的血，和那个被告沆瀣一气。这个他偷原告的手机，给原告的律师发信息，更改开庭时间，出席线上法庭，也太精彩了。看来你跟秦律师还真是配合的天衣无缝。那是因为我智商过人，跟谁配合效果都一样。说得对。师傅，你别用这么真诚的口气啊，还不如骂我一顿舒服。哎，我有骂过你吗？骗你的。对不起。师傅，你怎么认真了？我真的开玩笑的。说实话，从一开始呢，我就觉得你是法学世家流水线下来的考试机器，同理心缺失，责任感没有，鼻孔朝天，就等着混够资历，拔腿走人。你对我的指控啊，除了这个鼻孔朝天，其他我拒不接受。这个鼻孔朝天啊，主要是因为我长得高。不光长得高，智商高，情商高，能力高，人美心善，家世亭之花，菲菲眼中的小哪吒。这是戒指真的不错。在法庭上，他当着大家面问了一大串问题，我突然就问人家：“哎，那你们大学的校长是谁啊？”对方当时都结巴了。我马上给丁雅琴打了个视频，你猜猜，他那伪装者是谁？你是刘尔摩斯啊，这你都能想到？哎，服务员，我这边一杯温开水就行。好。我还跟你说个好事儿，我那视频号又涨粉了，13个呢。等我到时候把这个案子的资料全部整理好发上去，说不定我突然就变成小 V 了，还可以吧？瑞姐，你要的热水，谢谢。你说这事儿，这丁女士是不是得给我夹鸡腿？哎，那个等会儿啊，我这丁女士给我来电话了。啊，好。啊，行，你赶紧过来啊。喂，丁女士。你上个庭连当事人都认不出来，怎么当律师的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丁女士，你们别这么激动啊。确实没认出来是我的疏忽，但是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，我也很难预判。你作为一个律师，这点本事都没有。她确实是您的双胞胎亲妹妹，对吧？您之前也没跟我说过您有个双胞胎妹妹啊。我确实没看出来。你给我胡扯八道些什么呀？就他那个唯唯诺诺的气质跟我哪里像了？而且还比我胖4到5斤，你是不是瞎呀你？哎，不是，丁女士，我也有个很纳闷的地方，他是用您的手机给我打的电话。现在是你的疏忽，你来怪我是不是？你现在怪我指责我是不是？您这个案子要是没有我的话，喂，喂。一路飞奔还是来晚了，什么情况？鸡腿夹怎么样？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啊！怎么了？鸡腿没了，饭碗都快被人踹飞了。那又怎么了？我很客观的讲，别的咱不敢说，但应对磨难这块来说，咱从来就没怕过。不气不气啊！要不是因为我，她老公早把她财产夺走了。再说了，我之前为了她案子能提前开庭，我做了多少努力啊！别哭，别哭啊！我才不气呢！我要化气愤为食欲。咱们今天好好吃一顿。服务员，点单。不好意思，等一下啊。我突然想起来，前2天你不是跟我说网上那打折菜吗？今天刚到，特别新鲜。这样，我回家给你做顿大餐，没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啊，包在我身上。走，回家。不行。干嘛？说好了我要请你吃好吃的，你觉得我请不起客？我可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本来是要打胜仗的。我知道。我请你吃顿好吃的钱我还是有的。服务员。行了行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得了吧，奶奶生病的药钱被我吃了，我能受得起啊？再说了，
你前2天不是还说过2天奶奶过生日呢吗？你不回家了？你再这么说的话，我是回不去了。我给奶奶买礼物吧，把车费钱都省下来。你看，行了，听我的吧啊，走，回家了。走啦，走回家。回家挣了钱，第一件事就给你买好吃的。这话我记住了啊。走，回家。走走走。委员不好意思啊，下次我来的时候多点份蛋糕。对了，谢志，冯胜利的父亲说明天要来法院送锦旗啊。冯胜利的手术很成功，马上就要出院了。社会上也一直关注着这件事情的进展。谢志啊，社会上面能有那么好的反响，也得益于你俩的默契配合。而且重要的是，切实的帮助到了当事人和他们的家庭。走。你好，法官您好。审法官在开庭，我是书记员陈向辉，请坐。我记得您，陈法官。那个审法官什么时候能回来啊？还有，我弟的案子什么时候能再开庭？这个还不确定，但是等他回来，一定会尽快开庭的。行，麻烦您再跟审法官说说，我们家这事儿真的不能再拖了。您不知道我们全家这10年是怎么熬过来的。自从我弟弟被拐走，他们为了找我弟弟放弃了一切。爸妈，最后因为我弟的事儿都不肯闭眼，姥姥的眼睛都快哭瞎了。这好不容易，老天爷开眼了，终于找到我弟弟了。我和姥姥就等着他团聚呢。麻烦您赶紧帮我们判了吧，我也早点带果果回家。有件事我得跟您说一下。你弟弟的想法和你想的有点不太一样。不可能。他上次回家的时候，我们俩抱头痛哭。他跟我说他愿意回到我们身边。钱振国夫妇送来一封信，说是你弟弟亲手写的，你看一下。不可能，这是造假。原件就在这里。那也不可能，我弟弟是不可能写这种东西的，肯定是钱振国、聂宝妹那2个人渣逼他写的。他们和那该死的人贩子保姆李改一是一路货色，绝不能让他们抢走我弟弟。哎，你好，有件事需要你配合一下。我是青城区人民法院家事庭的法官沈介志，需要跟你们社区的一个孩子面谈一下，请问可以进入一下你们的会议室吗？我跟领导汇报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来。哎呦，这位就是找你们的法官。哦，谢谢。沈法官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钱先生、聂女士又见面了。那个，你上回在庭上不是把事儿都说清楚了吗？对呀。那个，主要是孝生这孩子他自己不愿意回那边，还自己写了亲笔证明信呢。那这怎么又这？是这样的，按照规定呢，我们需要跟孩子面谈一下。还要再谈呀？行，好，小生，没事儿啊，别怕。那个，今天当着法官叔叔的面儿，把心里话、把真实的想法说出来，啊。不好意思啊，
你们2位可能需要回避一下，我们需要跟校生单独谈谈。回避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我儿子说的都是真的。是啊。你是怀疑我们在逼迫孩子吗？是啊，你看这也是我们的正常工作流程，请你们配合，谢谢啊。不能单独的，那给孩子吓着再。妈，没事儿，我跟法官说几句，很快就好。你们先回家吧。行，行，没事啊。来，哎呀，行了，你好好说，说真实话啊。行了，走，哎，踏踏实实的，没事。谢谢配合啊。踏踏实实。那封信是我写的，我主动写的，爸妈没有强迫我。小生，如果有必要的话，需要你出庭作证，你愿意吗？有这个必要吗？我该说的话在那封信里已经写得很明白了。你觉得，如果你不在庭上出现，表明自己的态度，你的姥姥和姐姐会相信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吗？我知道，这对于你来说很难。你现在做的这一切，都是因为在生姐姐的气。你怪她追究你父母的责任，你也希望他们能够彻底死心，不再伤害你的父母。但是，你如果不出现的话，你觉得这件事情会这么轻易结束吗？毕竟你消失的这10年，你们全家抛下了一切，从未停止寻找，也从未放弃。我尊重你的想法。现在的父母对于你来说有10年的养育之恩，而且如果像他们说的那样，当年李改英交给他们的是一个弃婴，那他们也是受害者。但是无论真相如何，你的姥姥和姐姐，他们都是确定无疑的受害者。他们为了寻找你，已经放弃了一切。如果可能，你是不是应该跟他们见个面，亲口告诉他们你自己的想法？你愿意留在这里，但是你也愿意跟他们保持定期的联系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躲避着他们，让他们绝望。法官，我听你的，我去庭上跟他们说。好。孩子真是不容易，这事儿放大人身上都得弄。别说李改英一口咬定孩子已经死了，钱家也能证明他们是合法收养的孩子。10年的养育之恩，让你一笔勾销，你能做到吗？这种事情啊，不用换位了。孩子的命运从被保姆带走那一刻起，就注定是悲剧。要是遇上穷凶极恶的养父母，孩子今天也不用这么纠结。但是童年就注定是一辈子的阴影。遇上这种把他视为己出的养父母，孩子就注定要在2个家庭的爱和恨当中挣扎。那你觉得，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隐情？不要瞎想啊！没有确定的证据之前，我们要保持理性。沈法官，咱俩就别这么见爱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心里就是不得劲，遇到了太多情理难分，这边占情分，那边占道理，谁能不割裂？孩子还是那么小，这也太为难了。行了，不能再聊了，再聊下去啊，这案子没法保持中立客观。来了，郑姐，快进来。我们换个鞋。不用换了。不用换了。好，进来吧，还带这么多东西。哎呀，这是那个我表姐
在家弄什么断舍离，然后把他们家孩子小时候这些东西全给我送来了。你说我俩这不还没怀呢吗？先拿给菲菲玩吧。哎，菲菲呢？没事，这么多书啊，他可喜欢看书了，一会儿自己就会出来看的。菲菲，菲菲，去年没回去，是因为生病了。前年是因为面试吧？不是前年吧？我记得是大前年。前年是因为什么来着？前年我这正投喂小流浪呢，就是因为狗，你忘了？当时你那个当事人说家里有事儿，家里有3条狗没人管。你说这是你第一个大案子，别说给别人遛狗了，就是当助理你都乐意。行了，你别再跟我提狗这茬了。女的就是我事业的滑铁卢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要再提狗这茬，我真咬你了。所以说嘛，丁女士在这个时候把你开了，肯定是哪路神仙看不下去了，让你年年都不回去给你奶奶过生日。看你今年还能找什么借口？这个事儿呢，我肯定会好好想想的。我先挂了。香香，最近忙不忙啊？别光想着赚钱啊，好好吃饭，照顾好自己啊。就剩600多了，这个月的生活费都不够，怎么回去啊？奶奶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年又不能回去给您过生日了。我工作很好，接了特别大的案子，等忙完一定。别回家了啊，有空多休息休息。奶奶最近身体呀好多了，放心吧，啊。奶奶，我爱你，谢谢你，祝奶奶长命百岁。阿姨，你们的电话号我记下来了啊，等我回律所，马上就给你们打电话。你看，这肠拿着，啊，免费咨询都有肠的，要有有效案源，找我拿这个才能拿肠。还有没有啊？有效案源？啊，您要一个。这肠能吃吗？也太次了。来，狗都不吃，给扔了。他家里要买辆汽车，去点钱，问我借了5万块钱。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啊！来，您拿着。好。秦律师真是百折不挠啊！发的这个肉肠啊，它肉质紧实，营养丰富，你看我吃，绝对没有问题的，是不是？来，您有效案源，这上面有我电话，给我打电话就行。今儿果果来吗？他们不会没带孩子来吧？没事啊。你看，他们装的多好啊！明明咱们才是受害人。没事儿，你别紧张，你紧张个什么劲儿啊？
今天结束了，我们就带着我弟回家了。尊敬的法官、书记员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今天大家因为我而聚集在这里，一切都是因为10年前的一起错误。这10年，我的家人们为了寻找我，付出了我无法想象的代价。余生，我愿尽一个孩子应尽的义务，孝敬你们。下面宣布法庭纪律。这10年来，我的养父母也竭尽所能地给我最好的学习生活环境，用最深沉的爱来养育我、教育我。但是他们爱我，与世上的任何父母都是一样的。我希望我可以继续与养父母钱正国、聂宝妹生活在一起，在现有的环境下继续学习生活。但这并不代表我放弃了血缘亲情，我会承担作为一个外孙应尽的义务和责任。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放下过去的仇恨，一起探讨未来的生活，一起探讨未来的生活。小同学，该你出庭了。别怕，里面都是你最亲的家人，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。请审判员入庭，全体起立。请坐。现在开庭。小生，扣扣，儿子。别怕，果果，别怕，别怕。证人请坐。证人钱孝生，请开始你的发言。法官，我可以先跟他说几句吗？法官，最近一段时间，他们都不让我们见我弟弟，他们会天天给我弟弟洗脑。哎，怎么这样说话呀？您就让我弟弟听我姥姥说2句，行吗？被告，有异议吗？没有异议，你让他说，说。原告，说吧。没事，少说点，说重点，别紧张。果果，你要记住，姥姥和姐姐，还有你天上的爸妈，我们永远爱你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好吗？孝生，爸爸妈妈也爱你。钱孝生，请继续发言。尊敬的法官、书记员，尊敬的父母，我是对不起，法官。小生啊！果果，小生，果子，
儿子。打了半天电话了，钱正国夫妇也都没接。我给他们湖西所在地派出所打电话了，说根据他们的这个身份证信息的购票记录，他们已经回钱家窝了，而且是3个人一块儿回的，这是购票记录。这么快？刚下庭就回老家？毕竟这么大事儿嘛，没准回家对他们来讲有特殊的意义。白毛镇。最后5分钟，友情大放送啊！法律咨询免费的，而且还给送牛奶。还有没有需要法律咨询的人啊？到我这儿过来报名啊！奶奶的药钱要是被我吃了，我哪受得起啊？你前2天不是还说过2天奶奶过生日呢吗？实在这么说的话，我是回不去了。谢谢啊。沈法官，我是真的在这儿办事儿，不是故意在这儿堵你的。我是故意来找你的。找我？你最近有没有回家的打算啊？回老家？啊，我本来是要回老家的，这不最近太忙了，估计没时间回去了。工作太忙了，发小广告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干什么工作还需要你管啊？本来也是巧了，你要是中午经过的话，我都……中午经过的话，在法院门口发呗。行了，我跟你说不清楚。哎，反正你就是这样的人。哎，我真有事找你，你先放下。你身份证号能不能发我呀？身份证号？干嘛？我之前给你交了那么多卷宗，上面都写了。我需要得到你的许可。我想帮你买个机票随心飞的套餐，半年之内都可以。这样的话，你想什么时间回家，回老家，都行。给我买机票，这是为什么？你一人民法官，我一律师，这不合适吧？这也不知道有没有摄像头，这万一别人看见了还说不清楚了。你非要掰扯这么清楚的话，那上次在火场，还是你帮我救了菲菲呢。1条人命换几张机票，不算越界吧？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。我当时帮你，也是为了自救嘛，而且捎带手的事儿。你之前不是也救过我吗？你说这么多有的没的重要吗？这些重要还是回家给你奶奶过生日重要？行，就这么定了，套餐我买了，可千万别浪费了啊！他怎么知道的？陈法官，谢谢你。等我以后挣大钱了，一定会还给你的。人性的泯灭
你这牛吹的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总共没几分钟的视频，前面都是瞎编的。那都是我精心设计的，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呀。哎，我给你提个意见啊，你应该把你的精修美照放在片头，美女律师带你走进法律世界，肯定有不少点击率。照您这么说，我再穿一比基尼，再弄一个太阳帽、太阳镜，精修图，算怎么回事啊？我是靠实力说话，主打的就是一个专业。哎，行，我们秦大律师不走捷径，行了吧？毒舌律师，哎，这毒舌律师是那个之前上热搜那个吗？怎么了？有什么绯闻了？他关注你了？关注我？不可能，肯定是下面加下划线或者是空格的，本人不可能关注我。我关注他倒是好几百年了。真的不是冒牌的，你自己看，快看。我去，真的是这个100万粉丝大 V 关注我了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那岂不是我也要涨粉了？回头咱一起直播连个线，制造点话题，没准我就上热搜了。我都可以靠自媒体挣钱了，到时候打广告那得挣多少钱啊！发财了，真的关注我了，那我就得抱你大腿了。真的是他，最近总是有好心人帮忙，看来我们是要时来运转了，太好了。我回来了，回来啦！哎呀，快来帮忙包饺子。哟，今儿什么日子？怎么包饺子啊？什么馅儿的？孙先生的，出门饺子进门面，这个程序不能少的。哎，我几天就回了，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的。我就是说吧，劳民伤财啊。只劳民不伤财。再说了，经常动手，预防老年痴呆。我可没这个需求啊！我每天忙着要备课啊，教学。放心，我痴呆不了。那就好。那个，你出差谁陪你去啊？啊，向辉吗？要不让他来家里一起吃饺子？他不去，我一个人。你们院里只派你一个人去啊？不多派一个人？没必要，有当地法院的同事协助我。我说啊，你是主任医师，啊。就算是人到中年了，也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。我什么时候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了？我爸的意思是啊，让您别管东管西、刨根问底的。哎，你们俩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爸，你看他们，两个联合起来对付我。你们一家子打架，别伤及无辜啊！我是平民，受日内瓦公约保护。家，本应是我们的庇护所，是我们的安慰之地。回家，有时对那些疲惫不堪的人们来说，会变得有些茫然无措。曾几何时，我并不能真正理解这种复杂，带着学院里的傲慢，甚至暗暗埋怨父亲对我要求太过苛刻。直到在家10天，直到在这里，我日复一日地聆听那些被泪水浸透的诉说，我才恍然明白他的深意。他让我触摸的，正是生活中最粗粝也最真实的纹理。过去那个悬浮于半空的我，在这里终于落到了地上。作为法官，我们所能做的，或许就是努力营造出每一个能让双方敞开心扉、真诚交流的瞬间，守护每一次来之不易的家庭团聚。这份领悟，也悄然融化了我与父亲之间那僵持许久的沉默。当我终于能坐下来，像倾听我的当事人一样去倾听他，我才在他那不善表达的关切背后，看到了与我此刻正在做的事情同样的内核。那是一种笨拙而坚定的守护。原来，
我一直在为他人寻路的同时，也找到了自己回家的路。沈法官，也太巧了吧！你也去湖北市啊？哦，对，出差。我没想到你会把机票兑换到今天。飞机一周就这一趟，我想着早点回去看奶奶。你要去查钱孝生这个案子啊？哦。别掩饰了，当时你给钱孝生验 DNA 的时候，全网都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就连我们老家的群里都有人在发了。你家也住钱家窝？不是，就在那旁边的藕塘村，特别近。你一个人过去？哦，对。那这样吧，我给你当导游。你我一件件小事，织成了生活。生活的转化铸成了天，你过得好吗？为何而挣扎？总有些问题种如山，要怎么把人间烟火缝补，让恨释怀，爱能如初，开垦生活的荒芜，同行一路，多盼望。让我做破晓的风，吹散所有苦痛；让我做单身的舟，公道自在。人心之中多少呼喊，挣扎着，迷茫着，等待回声点燃灯火，回应诉说，你应该幸福这掷地有声。一件件小事织成了生活，生活的转化铸成了天。你过得好吗？为何而挣扎？总有些问题种如山。